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制甜酒酿，还有一款用酒酿制作的，可以说是甜品小吃或者是早餐、晚餐都可的酒酿小圆子炖蛋。目前的室温自然发酵酒酿也是比较合适的，常吃一些酒酿对于消化、新陈代谢，还有一些心血管的调节都是很有好处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糯米提前用冷水浸泡，手指一捏就碎了即可。浸泡好的糯米放入蒸笼，戳几个洞，受热更加的均匀。然后就开始蒸，大概蒸30分钟左右，中途记得撒一些水。尽量用竹制的蒸笼来蒸制，用电饭煲的话，需要更加注意水量的调节，容易成品会过于湿黏，口感呢就会过于软烂了。蒸好的糯米就放入盆子里面，让它冷却晾凉，像现在的话就晾凉到室温就可以了，冬天就尽量不要超过35度。甜酒区加入凉白开中，搅匀待用，均匀的倒在糯米上，接着就把它翻拌均匀。用勺子轻轻的压一下就好了，不要压得过于紧实了，还是要让它稍微疏松一点。在一个有氧的环境下呢进行发酵，中间戳一个洞，便于出酒。包好保鲜膜，制作酒酿所用到的器具都要保证无油、干净，防止细菌进入。现在室温大概是28摄氏度左右，那大概让它发酵个36个小时，它就会出酒了。用勺子轻压，糯米和盆子是会分离的。这个时候甜酒酿基本上就已经发好了，它是非常的甜的，甜度达到了一个顶峰。那如果想要制作米酒的话，可以继续再加一些水，继续发酵，让酵母把所有的糖呢都吸收掉，释放出更多的酒。我这次是制作甜酒酿，所以我就把它们装瓶，这些瓶子都是清洗干净之后用开水烫过的。接着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保存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冷藏保存大概4天到5天之后的效果，风味也会更加的浓郁。接着就来制作桂花酒酿小圆子炖蛋。水开之后加入小圆子，煮到浮起变熟。接着就加入打散的鸡蛋，如果想让蛋液是非常嫩，一丝一丝的，而不是那种成块的话呢，就记得调成最小的火，或者是直接关火。然后像我这样你得到的鸡蛋呢，就会是非常嫩的鸡蛋丝了。撒入枸杞，还有干桂花，就完成啦。酒酿做早餐、晚餐或者是宵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我有的时候也会把它作为甜品来吃。就是那种自然的清甜味道，而且呢再加上小圆子那种糯糯的口感，也非常的满足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